当地时间周六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，他已下令将美国等10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，批评他们干涉土耳其内政。早前，10国大使发表联合声明，呼吁土耳其公正且尽快处理卡瓦拉一案，并将其紧急释放。那么，卡瓦拉到底是谁？为何西方国家为了他惹得土耳其大为光火？身为北约国家，土耳其近年来为何总是与西方国家对着干？来看报道。Yatıyorlar, kalkıyorlar. Kaval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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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avala. Yahu Kavala dediğin Soros'un Türkiye şubesi. 10 tane büyükelçi onun için Dışişleri Bakanlığı'na geliyor. Bu ne terbiyesizliktir ya? 被埃尔多安批评的10国大使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丹麦、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和新西兰。当地时间周日，美国国务院回应表示，已了解有关土耳其方面拟驱逐一系列国家大使的消息，因此正在寻求土耳其外交部的解释。截至目前，丹麦和挪威表示，大使馆并未接获土耳其的逐客令。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发推特表示，驱逐10国大使是土耳其独裁的标志，欧洲不会被吓到。路透社评论称，其中7国是土耳其的北约盟国。如果驱逐令付诸实施，土耳其和西方国家之间将出现埃尔多安执政19年以来的最深裂痕。土耳其跟西方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，不会因为一件事或者2件事就搞翻了，或者说完全离了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特别是土耳其跟欧洲的关系，双方在经济上，在难民问题上、反恐问题上，各个包括防务问题上是非常密切的关联在一起的，所以他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就闹翻。就他现在是宣布了这10个大使是不受欢迎的人，但是下来他会不会驱逐还不确定。10国大使周一发表联合声明，敦促土耳其立即释放被羁押近5年的土耳其商人卡瓦拉。埃尔多安当天在出访非洲回程的飞机上对随行记者说，这10国大使为什么发表这样的声明？你们有什么资格对土耳其指手画脚？你们以为自己是谁？埃尔多安说，我已经告诉我们外交部长，我们没这福气，招待不了这些人。土耳其外交部次日召见10国大使或代办，指责他们违反外交惯例，发表无理联合声明，将司法案件政治化，是越线行为，土方无法接受。周四，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坦茹比尔吉奇在记者会上表示，大使的职责不是干涉驻在国内部事务，作为独立国家，土耳其会在恰当时间采取必要措施。究竟是哪起司法案件让西方10国惹得土耳其大动肝火？这起案件的主角就是现年64岁的土耳其商人和慈善家卡瓦拉，他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人士，国际联系很广泛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对无罪判决感到惊讶。随后，土耳其检察官发布了新逮捕令，以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收押卡瓦拉，指控他参与组织了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，即宗教人士居伦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居伦运动。土耳其政府随后发起肃清居伦运动行动。卡瓦拉被捕后，埃尔多安表态称，卡瓦拉的所作所为性质严重。今年2月，土耳其一家法院将卡瓦拉被指控的2案合并审理。该法院近期裁定，11月26号将举行听证会，决定是否释放他。西方国家对卡瓦拉案件的进展相当关注。欧洲人权法院在2019年曾作出裁决，称卡瓦拉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捕，要求土耳其政府立即释放他。土耳其是欧洲人权法院的成员，不过土耳其对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不予理睬。欧洲委员会今年9月表示，如果土耳其在欧委会部长理事会11月开会前还不释放卡瓦拉，欧洲委员会将启动程序，出台惩罚土耳其的措施，其中可能包括终止其成员国地位。土耳其依然不为所动。连日来，土耳其议会议长、司法部长、内政部长等接连发表声明谴责，称外交官有义务尊重他们驻在国的司法机构，不应发表影响该国司法机构的言论。土耳其外交部发声明说，土耳其认为这些大使们将一起司法案件政治化，向法治国家土耳其的司法部门施加压力，这和西方国家一贯声称的原则相违背。这些国家对欧洲人权法院做出的很多裁决都不重视，甚至忽略。
而对该法院对卡瓦拉案的裁决却格外关心，说明这些国家是双重标准。这是过去几十年土耳其跟西方之间那个最重要的争议之一。实际上说简单点，就是所谓的普遍人权和那个土耳其内政之间的关系。特别是从2016年以来，埃尔多安那个国内镇压了一大批那个反对派，然后西方认为这些都是侵犯了基本人权，西方一直拿这个问题压土耳其，这次只不过是又最新的一个案例罢了。有观点认为，鉴于土耳其和西方国家近年来关系发展渐渐变冷，估计这次舌战也不会收到什么实际效果。埃尔多安执掌土耳其近20年，在多年争取加入欧盟，却总因为政治原因无法如愿之后，土耳其已经对入欧失去了往日的热情，反而强化民族主义和宗教色彩，常常和欧美对着干，甚至身为北约成员，坚持购买俄罗斯 S-400防空导弹系统，引发美国拒售 F-35隐形战机。上周，美国向土耳其提议，此前土耳其为采购 F-35战机向美方支付的资金，可以用来换购 F-16战机。相关谈判在进行中。周二，土耳其政府高官则公开表示，倘若美国拒绝向土耳其售卖 F-16战机，土方将考虑购买俄罗斯苏35和苏57战斗机。埃尔多安的原话是：“美国再磨蹭，土耳其就买俄罗斯战斗机了。”据悉，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。此前，埃尔多安在莫斯科参加航展，已经和普京及俄防长绍伊古一行人参观了苏57战斗机。最近10年以来，他想那个跟欧洲和美国拉开距离，想自己发挥一个独立国家的作用，特别是他想在中东、中亚这一块发挥自己的作用，所以他是刻意跟美欧在拉开距离，跟俄罗斯、跟中东本地的国家在建立新的关系，但是他也不会完全脱离欧美，他在安全上、经济上对欧美的依赖还是很大的。好，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。陈先生你好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包括美国、德国、法国等10个西方国家发出逐客令，要驱逐10国大使。那您认为这场外交风波如何收场呢？主持人好，下令驱逐外交官呢是很严重的外交事件，而土耳其总统把美、德、法等西方10国的大使称作不受欢迎者，主要原因呢是这些国家干涉土耳其内政，对土耳其人权状况说三道四，引发了土耳其的愤怒。不过我认为呢，这一场外交风波还是有回旋余地的，看西方10国呢怎么表态和妥协了。从这件事上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北约国家间的分歧也不小，不是美国所宣称的那样铁板一块不可动摇。土耳其呢是北约成员国，2017年呢成为第一个从俄罗斯购买导弹防御体系的北约国家。美国呢也把这个土耳其从这个购买35战机的名单中给剔除了。目前呢，土美之间呢还在为退钱还是给战机进行激烈的争论，因为土耳其呢已经预付给美国14亿美元的军购款项。如果美国不给土耳其战机，那么土耳其呢也许会向俄罗斯更加靠拢，这将会给西方呢带来更大的麻烦。那么这一场外交风波如何收场呢？就是很值得观察的。好，请陈斌先生保持在线，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您，谢谢。